平时保养身体呢，也可以常吃蒲公英，或者是用蒲公英泡水喝。对身体也大有益，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，比如血液粘稠、脑梗等。所以一旦血脂偏高，就好好调理。那血脂高的人有哪些表现呢？睡觉时可能会有2种表现。表现一，睡觉时手脚冰凉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手脚呢应该是温暖的，但如果血脂偏高，那么会影响血液流动，手脚又处于人体的末端，这样呢就会有手脚冰凉的情况。若你没有的话，说明血脂还算稳定，血管还算健康哦。表现二，睡觉时腿抽筋，有时候腿着凉了，容易出现抽筋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睡觉时出现腿抽筋的情况，就要警惕是血脂高了，因为血脂高会导致体内胆固醇代谢异常，这样呢集聚在肌肉里，就会引起腿部抽筋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。那如果不想血脂升高、血管堵塞，大家平时注意呢，多喝水，少吃油腻、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到户外运动，或者经常喝点苦荞茶和玉米须茶，有很好的通血管、降血脂的作用。不爱运动、饮食不当，这些都会造成血液粘稠，而当血液粘稠、血脂高了，会导致血管堵塞、三高等问题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尝试下面这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苦荞。苦荞对身体有很大好处，被誉为五谷之王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生物类黄酮，主要成分是芦丁，有软化血管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。不仅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煮粥时放一些，对降血脂、清理血液垃圾有帮助。第二种，茄子。茄子是餐桌上常见的，茄子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P， 能疏通血管，降低胆固醇浓度。经常吃一些，能预防血液粘稠和血脂升高。除了吃上面这2种食物外，平时喝点冬瓜荷叶茶、蒲公英根茶，对身体也有好处哦。人上了年纪，血管收缩能力大不如从前，这时呢，各种疾病也容易呢找上门，而高血脂就是常见的一种。那平时该怎么降血脂、保护血管呢？可以尝试下面3种食物。第一种，黑豆。俗话说，不要一堆，不如黑豆一把。黑豆富含花青素，有促进血液循环、降低胆固醇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吃一些黑豆，有助疏通血管，降低血脂。第二种，燕麦。燕麦在生活中呢很常见，常被当做早餐食用。燕麦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、亚油酸和皂带素，能降低胆固醇，疏通血管，所以血脂高的人经常吃燕麦，能帮助降低血脂。第三种，山楂。山楂呢营养也很丰富，山楂富含3萜酸，可以帮助软化血管，经常的吃一些，对降血脂、保护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那想要降血脂啊，还要经常的锻炼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游泳等，还有呢多喝水，对血管健康都有帮助。大家都很熟悉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说说血脂高。若是发现血脂高时，要尽快的调理，要不然呀会给血管造成危害。那血脂高的人平时要多注意呢，少吃油腻的食物，避免久坐不动，少抽烟，少喝酒。除了这些，还可以多喝2种水。第一个，荷叶水。荷叶中含有黄酮和生物碱类物质，具有呢调节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作用。经常的喝一些荷叶水，对降血脂有帮助。第二个，苦荞水。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，营养价值呢很高。那苦荞中含有的芦丁可以帮助呢软化血管，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降血脂，保护血管健康。在生活水平好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但是呢，这也导致很多人出现血脂高的情况。血脂高的人可以尝试下面2种食物。洋葱，洋葱大家都很熟悉了。洋葱虽然味道有些特殊，但对人体健康却大有好处。洋葱中含有的前列腺素 A 和洋葱精油，不仅可以软化血管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还能够降低胆固醇，对降低血脂有一定的作用。玉米，玉米是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是很多人喜欢的。玉米含有的营养呢也很多，其中含有丰富的卵磷脂、亚油酸、维生素以及钙、镁、硒等物质，能降低人体血清、胆固醇，
清理血液垃圾，能帮助稳定血脂，预防血脂升高。血脂高对身体呢有很大伤害，所以大家要多注意。没事常吃玉米和洋葱，或者用山楂干和玉米须泡水喝，对稳定血脂都有帮助。血脂升高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，很容易呢使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引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。那该怎么预防血脂高呢？日常呢要做好2件事。第一个，避免久坐不动。经常久坐不运动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都会减慢，时间长了，血液变粘稠，导致呢血脂升高，从而使血管堵塞。所以要经常运动才行。第二个，少熬夜。现在很多人都有熬夜的习惯，长期熬夜也会影响人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，时间长了呢，不仅会使血脂升高，还会引起其他疾病。所以大家要少熬夜，保证睡眠充足。那除了做好上面这2件事，大家呢还可以多喝水，喝水能够帮助稀释血液，降低血脂，还可以呢用玉米须泡水喝。玉米须呢有清热、利尿和消肿的作用，对降血脂也有一定帮助哦。高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个问题，血脂高危害很大，很容易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降血脂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用绿茶搭配山楂泡水喝。绿茶很多人都喜欢喝，它是未经发酵制成的茶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微量元素以及茶多酚，能够调节血脂代谢，保护血管，有很好的降血脂的效果。而山楂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，有扩张血管、清理血液垃圾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够促进胆固醇排泄，有助降低血脂，预防高血脂。所以血脂高的朋友，如果能将绿茶和山楂搭配一起，早晚喝上一杯，效果会更好哦。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牙齿缝里长出了黄石头，并且很臭，其实这就是牙结石。如果不注意，很容易伤害牙齿，出现口臭的情况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土方法，可以帮助改善这种情况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大家在刷牙的时候，可以在牙刷上放一点白醋和食盐，然后再刷牙就行了。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牙齿发黄、牙结石都会得到改善。这是因为白醋可以中和口腔里的酸碱值，减少牙菌斑，所以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哦。如果不是因为口腔问题，而是肠胃不好出现的口臭，大家可以喝点蒲公英根茶、丁香茶，或者是用陈皮泡水喝，可以帮助养胃护胃，改善口臭的情况哦。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牙缝上有脏石头，而且还又腥又臭，其实这就是牙结石。那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土方法，不能让牙垢轻松掉下来。先准备2样东西，红糖和食盐。拿一个杯子，将适量的红糖和食盐放到里面，然后再加入一些温水，搅拌均匀之后，喝一点含在嘴里。那1到2分钟后再刷牙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，牙垢可能就会掉下来了。这是因为红糖含有维生素 B2 和叶酸，能够帮助去除牙垢；食盐则有杀菌消炎的作用，所以红糖和食盐放在一起用，对去除牙垢有很好的效果。那大家平时没事的时候，还可以喝点茶，比如绿茶、菊花茶、蒲公英茶等。茶水中含有氟化物，对牙齿是有保护作用的。随着现在电子设备越来越多，眼睛的健康也遭到了威胁，经常会有眼睛疲劳干涩视力模糊的情况。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所以保护眼睛很重要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养护眼睛。大家可以试试用菊花和薄荷一起泡水喝，取适量的菊花和薄荷，然后倒入白开水，泡10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。因为菊花有清肝明目、疏散风热的功效，对保护眼睛有帮助。薄荷则有消炎抗菌、疏肝理气的功效，对眼睛健康也有利，所以将它们一起泡水喝，对改善视力、养护眼睛有很好的作用哦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